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7月23日，呢幾個月呢，又不斷有啲風聲吹出嚟咯，又話呢習近平已經失勢啦，甚至乎汪洋呢即將會取代習近平，中共呢就會進入翻呢集體領導，而背後嘅操盤人呢，竟然係胡錦濤俾人嫁出去嘅胡錦濤，我就話如果呢件事係真呢，胡錦濤將會名垂千古呢個係繼司馬懿擊殺曹爽之後呢，有一個呢係影帝級嘅國家領導人啦。但係呢啲消息來源呢，就好主要嚟自所謂北美美國、加拿大嗰啲華人 KOL 同埋背後佢哋嘅體系但係即係你世界好多矛盾嘅資料喺CIA 的佛與罪嗰本書裏邊，我睇到呢，就係話蘇聯倒台前其實當時美國總統老布殊喬治布殊所獲得 CIA 嘅情報呢，仲係蘇聯如日中天嘅。戈爾巴喬夫呢係大權在握嘅，但係結果呢，一下子就倒台，蘇聯就土崩瓦解。喺呢個蘇聯倒台前呢，喺國內呢仲睇唔到有呢一個動靜嘅。雖然話雖如此啫，但係事實上呢，蘇東坡呢呢個嘅東歐集團呢紛紛呢就係有意圖脫離呢個蘇聯，其實係睇到嘅，即係你唔會一下子呢真係倒台嘅。咁其實一定係有啲信息，有啲蛛絲馬跡，就好少一下子倒台。即係話雖如此，因為鐵幕國家呢，佢就好多謠言嘅。鐵幕國家好似8964咁8964嘅時候呢，你係唔知道呢到底天安門係發生咩事。有一啲嘅消息，有啲香港人就走出嚟話大屠殺有1萬人死咗，甚至乎呢又話內戰又話咧全國呢啲軍閥咧就混戰咯，有好多呢啲消息嘅，就因為冇辦法求證，佢有場內同場外嘅隔絕嘛，裏邊嘅消息傳出嚟咧係好間接嘅，外邊嘅消息帶入去咧亦都好間接，所以我話8964咧係完全係歷史上嘅意外，如果唔係戈爾巴喬夫訪華。呢個中蘇咧由呢個珍寶島事件開始之後咧，已經好長時間冇直接交往啦。最高領導人已經唔再交往咯，直至到戈爾巴喬夫訪華，然後全世界嘅記者都集中喺北京，又咁啱遇到胡耀邦死亡，然後啲學生咧就喺天安門度悼念胡耀邦，記者就留喺度唔走尤其是香港嘅記者留喺度唔走，所以咧就全世界都睇到8964前發生嘅事情，所以西班牙攝製隊先至可以留咗喺北京度跟蹤咗嗰啲學生知道嗰個8964嗰個事實係點樣天安門係冇大屠殺嘅，但係喺即係天安門出邊咧，長安大街咧木樨地咧軍事博物館咧就血流成河，所以就導致到咧好多信息嘅隔絕。喂，當時嗰啲人民醫院咧係不斷有即係傷者抬入去嘅呢個係事實。但係咧，西班牙攝製隊又睇咗啲人咧，相對和平撤出嘅，又係事實。咁但係好多人咧喺30-40年後，仍然用呢啲嘢講故事咯，講佢哋自己喜歡嘅版本啦。呢個講故事就係講自己喜歡嘅版本嘅。我今日就睇到一段資料，呢段資料咧就係同習近平下台咧或者失勢咧係相矛盾嘅資料嚟。呢個資料咧就係6月30號，2025年6月30號，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核一個叫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工作條例。呢個佢用咗個文件係黨中央，唔係中共中央。如果佢用中共中央呢，就代表係中共政治局。中共政治局呢，就好多人嘅，就有呢個嘅200人左右嘅政治委員嚟嘅。但係咧佢用咗黨中央，黨中央呢就係常委係得7個人，而中共嘅黨中央呢，就係以習近平為核心嘅黨中央啊嘛，所以呢個文件好明顯就係由習近平主持，係鞏固緊習近平嘅權力嘅信息係釋出嚟，所以從呢個文件睇咧，佢就唔似係倒台下台和平接班，即係順利交班。如果你要和平接班順利交班咧，喺胡耀邦倒台之後，鄧小平就指定咗係趙紫陽啦。趙紫陽倒台之後，鄧小平就指定咗江澤民，順便指定埋下一任嘅胡錦濤。胡錦濤咧嘅時期，江澤民仲係做軍委主席噶嘛，就欽定咗呢個嘅習近平。所以咧呢個和平交班係有一個太子制度，呢個叫指定接班人。中共歷史上咧就係透過權力鬥爭而獲得。唔係透過指定接班而獲得嘅，指定接班而獲得嗰啲咧，全部都死於非命或者係靠邊站喺和平交接嗰幾個咧，都係指定接班。指定接班就係等於古代嘅太子制度，太子制度咧就相對穩定一啲
咁就係指定咗有一個太子，唔會等其他人啦群起而攻之，唔會等其他人咧係不斷透過政績啦而去造成呢個嘅派系鬥爭。黨派鬥爭，太子制度就相對咧就穩定一啲，咁當然都有刺殺太子啊、太子造反，咁但係歷史上大部分咧都係穩定一啲。咁而家習近平咧，佢就冇設立到太子制度。咁你當冇設立太子制度嘅時期，就係代表咩啊？代表當權者希望可以自己繼續做落去咯。所以從呢個文件睇到啦，喂，呢個係要健全黨中央，重大工作集中統一領導。好明顯呢個文件係強調習近平係會繼續集中領導。咁但係點解5月份嘅時候失蹤咗幾個星期啊？引起好多人嘅揣測。呢個咪就係我成日講咯。第一，70幾歲嘅年紀，成日會有啲時候係會休息嘅，有生病嘅。呢個第一個可能性。第二咧就係習近平過去嗰10幾年咧，就係每一次有重大決定前咧，佢都會咧匿隱一段時間。匿隱一段時間就睇下咩人反對佢啦，係咪啊？反對佢嘅時候，佢咪可以掃除咯。咁啊，每次都有人中招嘅喎，咁而家咧，佢好明顯呢份文件咧，就係再一次鞏固咗習近平嘅權力嘅文件，咁佢坦白講，文件內容係虛嘅，因為佢講嘅話，呢個文件係點啊？要令到黨中央係謀大事、議大事、抓大事，對重大工作實施係有效嘅統領同埋協調。喂，佢呢個好明顯係虛嘅內容嚟，就係發出嚟話俾大家知，權力還在習近平手。係打破一啲嘅質疑，因為的而且確咧就5月6月份嘅時候，5月6月份就傳得好厲害，話習近平咧係會失勢，咁所以佢而家出呢個文件咧係對啲人打臉喎。咁但係2027啊即將到啦，習近平嘅權力咧就一係就要延續，一係就要轉移咧，只係得3個可能性，一係佢就繼續做啦，國家主席加兼任呢個嘅黨總書記，一係就全退，好似胡錦濤咁咪全退咯，但係胡錦濤全退啦，去到最近咪俾人架走咗咯，喺中共會議上面呢個咁重要會議上面，一個老領導老同志俾人架走，你話佢係身體原因架走也好啊，話佢係精神狀態被架走也好，但係喂呢個係歷歷在目嘅，所以習近平全退，佢又會擔心自己會俾人架走，甚至乎會俾人清算，所以全退可能性係低。第3個可能咧就部分退、名義退，實際係大權掌握，呢個係最有智慧嘅做法因為全退咧，佢就會可能咧個人係受到鬥爭，因為佢以前反貪反得厲害啊嘛，咁啊就梗係會樹敵甚深噶，所以咧部分退咧就好似鄧小平咁嘛，鄧小平復出咗之後咧即係打倒4人幫，粉碎4人幫，然後咧令到華國鋒咧係靠邊站。咁佢權力大權掌握佢就揾咗年輕人胡耀邦、趙紫陽、萬里出嚟咧係做執行，然後自己就退居幕後。喺1984年嘅時候咧，就成立咗一個叫做咩中顧委1984年10月，鄧小平喺中顧委嘅第3次全體會議上面咧就講啦，即係呢個中央咧正在考慮設立一個顧問委員會連同中央委員會都係由黨嘅全國代表咧係選舉產生嘅即係呢個所謂選舉，大家知道係走過場啦。大批原來喺中央同埋國務院嘅老同志，充分利用佢哋嘅經驗咧，發揮佢哋指導、監督同埋顧問嘅作用。咁大家都知道呢個所謂嘅中顧委其實就係實際係大權掌握噶嘛，實際黨總書記同埋呢個嘅常務以及咧國家主席其實只係一個執行者嚟噶嘛，所以由80年鄧小平話準備退休就係部分退要交出權力，因為坦白講佢年紀大啦，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佢哋係始終老一批嘅人嚟，佢哋搞革命唔適合搞經濟，搞經濟就揾一啲年輕幹部，就係頭先所講嘅要吃糧就找紫陽就係要土地就找萬里喎。就要揾一啲年輕嘅務實嘅幹部去執行啊嘛，咁呢個係對個國家咧喺嗰一刻嗰個決定咧係相對穩健嘅。如果由領導要馬上得天下，但係你馬上治天下咧，就好似毛澤東咁啊，以革命得天下，以革命治天下，最後點啊？以革命就失天下嘅。咁所以鄧小平咧嗰個佢舉措咧，1980年咧係相對咧係溫和嘅一個做法嚟嘅。咁但係當然後來亦都有鬥爭啦，就係胡耀邦被鬥爭。因為反精神污染同埋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落台咁趙紫陽亦都因為8964帶咗溫家寶去咗呢個嘅
天安門啊，同學們我來晚啦，一句說話啦，就導致到要下台啦。咁當然後來事後我哋知道佢最重要嘅罪名係泄露國家機密，就係泄露咗1980年至1984年中顧委裏邊咧就係話咩啊，萬事不缺，大事不缺，就找小平。小平係最後咧一錘定音嘅。中共嘅所謂選舉產生，選舉從來係走過場嚟噶嘛。我喺大陸咧教書咧，佢哋有選學生會，嗰啲全部都係走過場嚟，就係老師欽定咗學生會，然後大家一齊投票，同意請舉手，不同意請舉手，沒有人不同意嘅。可能間中有一個兩個啦，嗰一個兩個都係預定咗話咧，你哋舉下手啦，一個兩個好啦，就唔好全票通過咁肉酸啦。即係一般都係走過場，呢個係中共式嘅選舉制度，就係走過場，唔係真正有競爭嘅選舉。佢哋唔接受有競爭嘅選舉，因為競爭咧就會唔團結，競爭咧就會紛亂，競爭咧就會互相鬥爭咯。咁佢哋係主張咧係欽定嘅，而欽定背後就係和諧啦。佢哋嘅解釋就係咁解。咁好啦，呢種係第一種咧叛退嘅方法。第二種叛退嘅方法咧就係江澤民江澤民喺2002年嘅時候11月嘅黨16大上面，江澤民就提出啦，要退出中央委員會。喂，唔做呢個嘅中央委員會啦，唔做常委啦，唔做國家主席啦，唔做黨總書記啦。但係呢，03年嘅3月呢，佢雖然卸任咗，但係從黨同埋國家大局嘅着想啊，中共中央呢就決定留任佢做中央軍委主席。喂，大家知道啦，呢個係槍指揮黨啊嘛。定係黨指揮軍咧，其實都係一樣意思嘅啫。總之邊一個控制咗軍隊，就邊一個控制咗黨政，控制咗黨政就控制咗國家。咁所以咧，16大之後咧，江澤民啊就係擔任呢個軍委主席，但係咧佢就約制自己，佢擔任軍委主席嘅目的咧就唔想自己被清算嘅，佢就冇好深入地介入咗江澤民啦，就冇深入地介入咗呢個胡錦濤嘅同埋溫家寶嘅施政。可能佢都仲有幕後有影響力，曾慶紅繼續咧發揮個影響力，佢嘅人事佈局繼續發揮影響力，但喺大事上面咧佢冇深入介入，呢個就叛退，就保留自己不被清算嘅可能，然後咧就係實際上就交出咗權力俾胡溫，呢個就係佢嘅做法。咁習近平會唔會再效法江澤民呢？呢個機會咧，我認為如果係咁咧，就係對中國嚟講係最好啦，交俾年輕人係嘛交俾下一代去令到中國可以走上另外一啲嘅道路。咁呢個當然好啦，最好就好似上策如鄧小平，中策如江澤民，下策就自己繼續做不撞南牆就不回頭。如果佢自己繼續做呢，佢就話要任內解決台灣問題啊嘛。咁戰爭風險好高喎，第二啦。喂，喺佢做執政嘅期間，中國經濟急速放緩，內卷嚴重，躺平嚴重。呢個躺平呢，我最近呢就睇咗1970年代一個老鼠實驗，即係老鼠實驗呢，當咗老鼠呢就內卷啊，最後去到躺平，然後下一步就會點啊？佢哋就會唔生育，然後唔生育呢就會滅亡喎，個老鼠族群。咁我有機會可以詳細介紹下。咁但係同而家中國嘅社會就好相似喎，內卷有增長而冇發展 ，GDP 名義上有增長，但係中國人嘅生活好似一年差過一年咁喎。呢個係內卷，對未來沒信心，怎張開眼睛？呢個就係躺平。啲人呢就係冇信心，寧願翻屋企瞓覺，翻農村瞓覺。咁所以即係窮則變，就變則通。呢個對中國人嚟講梗係最好嘅。加上過去嗰10年政治上係走向咗回頭路，香港問題用咗一種以前咧從來冇採用嘅方法，令到香港喺歷史個十字路口裏邊咧係向左拐。咁所以全面換係最好嘅。但係上中下三策咧，以往根據我過去深入貫徹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通常都唔係選上策同中策嘅，就好似中美對決咁啊！喂，歐洲其實一早釋出善意，係咪有機會同中國搞翻好關係啊？一齊對付美國啊？呢個係大好機會啊嘛！呢個係百年未有之變局嚟啊嘛！但係習近平竟然就同時間向加拿大同向歐洲咧即係繼續發揮戰狼外交啊！
即係有啲係釋出咗善意嘅，但係就冇大規模讓利喎。即係你對歐洲對加拿大，喂採取局部零關稅，咁啊即刻讓利，令到中加關係咪可以緩和咯？然後釋放一啲民運人士，令到歐洲人咪覺得哇釋出善意咯。當年江澤民訪美，咪即刻釋放民運人士咯，釋放王丹，釋放魏京生，釋放好多民運人士，放翻啲善意出嚟，話俾大家知，中國人咧係可以談嘅。而家唔係，而家即係越嚟越收緊咯。咁所以呢個就係以我對佢嘅了解啦，上中下三策，一般上策同中策都唔係佢喜歡用嘅。咁當然呢個係我哋嘅智慧啦，可能主席智慧之高有如天高。主席同夫人先福永享受與天齊，我哋凡人理解唔到。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啦 ，like、subscribe、share， 收費平台 Patreon 咧，仲有獨家嘅參考資料、文字摘要、聲音檔等等，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嚇。咁再會員咧就有大量獨家資料同埋優先睇影片。而家我啲影片咧通常放咗去，有啲放早1個星期，有啲又放早1日半日。咁所以有啲影片咧見到咧出咗街嘅時候，發覺個題目可能 out 咗嘅咯。其實因為會員咧優先睇，希望大家可以再會員支持，拜拜。